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向风而行最大的破绽是承销，谭松韵和王凯真的尽力了。由王凯、谭松韵、刘畅主演的《向风而行》主要讲述了潞州航空客运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王凯士和飞行员承销、谭松韵士共同经历冲击与考验，一路披荆斩棘，相扶成长，携手筑梦的故事。由于演员阵容强大，再加上飞行员题材，一度被寄予厚望，甚至被冠与内地版冲上云霄的头衔。根据德塔文景气指数来看，播出期间，向风而行一直位居热播剧排行榜首，超去有风的地方和纵有疾风起，热度值顾南亭 50%， 承销 45%， 算是不相上下吧。剧中王凯饰演的顾南亭帅气、理智，更重要的是，王凯将顾南亭演得那么自然，那么细腻。这些年来，冷面的男主很多，有的演绎成冰块脸，有的则转化为霸道总裁范。所以，冷面教官其实非常不好演，这冷与热的把握，动与静的区分，都需要演员掌握一个合适的度。顾南亭，他的皱眉、嘴角的微笑、适度的转身，都被王凯演得那么恰到好处。尤其是他会用眼神来表达人物的心情，比如虽然他冰块脸，或者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现，但实际上他内心汹涌澎湃，典型的闷骚男。所以，只要看他那细腻的眼神变化，就让人爱不释手。冷面教官，说的就是你。不得不说，王凯真是大器晚成。年轻时不演偶像剧，中年时随便一演，都帅气四溢。无论是《欢乐颂》里的博士医生，还是《向风而行》里的顾南亭，看王凯演戏真的是一种享受，让你自然而然地带入角色中。可以说，虽然剧情有漏洞，人设有问题，但王凯的演技仍然力挽狂澜，让粉丝朋友们继续追剧下去。但是，谭松韵饰演的承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人设崩塌，不讨喜，让观众们哪怕加上粉丝滤镜后，也才勉强立得住。那么，这部剧的 bug 究竟在哪里呢？首先，谭松韵的形象与飞行员的标准身高确实有差距。按照民航的最新标准，女飞行员的身高要求是 164-185 厘米，但谭松韵的身高，官方数据是162厘米。而她以前饰演的角色多以年轻、可爱、活泼有关，毕竟长着一张娃娃脸，再加上甜美可人的笑容，古灵精怪的性格，都让人看一部爱一部。而剧中谭松韵所演饰的女飞行员并未达到要求，尤其是远镜头拉开的时候，身高差距尤其明显。仅此一条，这部剧就已经可以从职场剧的行列里剔除了，当做偶像剧看，还算是可以的。其次，女主的人设简直不要太离谱了，好吧？王凯和谭松韵的 CP 感十足。剧情也是鲜少见到的航空题材，并非如一般的恋爱甜宠剧，确实值得一看的。但最大问题在于，承销的这个人实在太没礼貌了，个性鲜明的有点过分了，而且感情线发展的过于缓慢，且容易陷入老套的轮回中，因此豆瓣开分时无法获得好成绩。恃才傲物的承销，在整部剧的前半段里，用不讨喜3个字都不足以形容观众的感觉，应该用令人心生厌恶来表达了。他的确刻苦、勤奋、拼命，这是优点，
但也有自负、狂傲、鲁莽的缺点。他自负的程度已经到了严重缺乏组织纪律性，太过以自我为中心的地步了。除了日常对天对地对领导之外，还时常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在剧情中，当男主角顾南亭从技术层面与他讨论在飞行时他应当考虑的实际情况的时候，他丝毫不做反思，就上一波直球对，说我没错。再到公司安排程潇转入客运部面试时，程潇急于证明自己，当众叫板顾南亭我很优秀。在澳洲参加集训，面对顾南亭的严格训练与管理，仍是处处对他我很好。类似于这种情境，向风而行光是前几集就数不过来了。这样的人在宫斗剧里恐怕活不过一集，《甄嬛传》夏冬春也才2集而已，而这样一个有才但惹人厌的角色，居然让我们最喜欢的谭松韵来演，实在是……讲真，冲上云霄还是多少有点职场剧的感觉的，跟着年轻学员们一起学习飞行知识，人设都 OK， 感情线也 OK， 而且俊哥靓女看得赏心悦目。有时候国产剧也不是一定要给女性角色立一个冲动对天对地的人设，才能制造剧情冲突的呀。一个副机长，不管你技术再好再厉害，也不管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对公司副总级别的领导，可以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吗？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做人的礼貌呢？这一切只靠后续慢慢洗白了，不然感情线也确实无来由吧。既然拍的是都市生活题材的电视剧，人设和情节其实还应该多贴近生活一些。如果单纯为了彰显男女主角的矛盾激发，反而一直在诋毁女主的情商，让她对自己的直属上司纷纷必争，秒秒必对。从一开始的分歧，女主就像被下了降头一样，觉得男主是玩针对、玩偏见，而且越想越偏激。职场不是这样的，决定你年末是涨薪还是减薪的 boss， 你虽然可以不哄着，但是也不会让你真的这么对的。说太现实也好，说没骨气也好，但要是在实际生活中也这样，大家可千万别学程潇。要是真的这么尖锐的对老板，再厉害的骨干，可能都会掉饭碗的哦。所幸的是，两位演员的演技还是很到位的，顾南亭的理智和较真，程潇的冲动和感性，塑造的十分逼真和现实。所以若是不要强行当作职场剧，仅当作偶像剧，冲着王凯和谭松韵，都值得我们去冲一波的。再次，感情线的进展真的太缓慢了，磕 CP 太痛苦了。剧中，顾南亭、王凯是与好友倪战、刘畅是程潇、谭松韵是三人之间的恋爱纠葛十分复杂。由于顾南亭前女友罗毅、李若宁是因飞行事故丧生，也让他从此封闭自我，以至于长达5年。都没有展开新的恋情。他好不容易碰上对他而言犹如阳光一般的程潇，但又因为倪战与罗毅是表兄妹，倪战还利用这层关系拜托顾南亭把程潇让给他。于是在这期间，顾南亭在爱情与友情之间挣扎不已，所以迟迟不肯接受程潇，导致有许多观众认为感情线进展太过缓慢，明明很想磕，却迟迟不肯给糖吃。其实，倪战作为不一样的男2号，不搞深情守护的套路，反而比较行为绿茶。他既然看出来顾南亭对程潇不一般，就不该故意说出自己也喜欢程潇的话，逼迫他退让。可顾南亭是个男人，感情的事本来就该公平追求，更何况倪战已经几次3番跟他确认，
到底是不是喜欢程潇，他都嘴硬说绝无可能。就因为前女友是倪战的妹妹，所以顾南亭便决定做一件他自认为很伟大的事情，将程潇让出，不再去争取。诚如倪战所言，这种行为将他当成什么？又将程潇当成什么？一个用来赎罪的，可以让来让去的交易品吗？倘若顾南亭当真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就该从一开始明确拒绝程潇的好意，而不是一边我没有喜欢你的这种态度，一边又各种细心照顾。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让人觉得他跟个渣男没啥两样，还不如倪战来的大气呢。程潇的人设虽然不讨喜，顾南亭对感情虽然一直摇摆不定，但这一切的不完美，都被王凯和谭松韵的 CP 感，还有精湛的演技给拉回了。职场剧可能是不合格的，但是甜宠都市偶像剧是妥妥的。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